敢问山人，书中反复提及的开皇纪、开皇国，是哪朝哪代？开皇是道门的说法，禅宗则称之为空寂哀皇。如来曾言，成住坏空，乃生灭循环的4个阶段。空寂莫非是史上第4纪？不错，第4纪的开皇神国，现在的大虚。大虚？那时有一批人连上断裂的神桥，建造出一个鼎盛辉煌的开皇神国。后来上界的神奇降下大劫，开皇国灰飞烟灭。有人连上了神桥，这么说来，他们可以成神。不过这些人在现在已经很少了，他们被称为神之器皿。就是大虚中的那些器皿？不，大虚中的器皿几乎没有人拥有完整的神桥神藏。我们小玉京的先人去查看过，延康国曾经接过神谕吧？神谕严禁器皿走出大虚，防备的并非是寻常大虚器皿，而是那些神桥完整的开皇国遗民。不错，而今那些遗民都居住在大虚的无忧乡之中。无忧乡。开皇国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何引来神奇降劫？国师将殿中史籍读一遍就会明白了。那场大劫，我小玉京称之为开皇劫。在开皇劫之前，还有3次劫难，而现在延康崛起，我们小玉京便称延康为延康纪。山人说延康国，你们称之为延康纪，那么倘若延康覆灭，你们是否要称之为延康劫？夫人聪慧，那座宫殿是为延康节准备的。等延康国覆灭，便会整理出延康纪的历史，留给后人参阅。倘若国师还要按照原本的道路走下去，开皇国的劫难也会是延康国的劫难。夫君，小玉京的仙人似乎来历有些特别，妾身猜测，他们会否是开皇国的后裔？有这个可能，他们没有恶意，无需揣测他们的心思。古为今见，开皇面对过的事情，延康也会面对。